在一个6.5平米的空间里，寸步不离地生活14天，仅靠一箱水、一箱饭、一箱酒、一箱零食、一箱最时髦的衣服、一个沙发和一个马桶。新裤子乐队的庞宽用这场行为艺术，让我们近距离观赏到一种被迫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。如果说2020冻结了我们的生活，那隔离更把人们冻结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。这感觉就像是卡夫卡的变形记，一天早上醒来，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孤立无援的甲虫。而所有隔离过的人大概都很难忘记那段时间遭遇的情绪冲击，那是一种对精神极度内耗的体验，往往从无助恐慌开始，经历愤怒或痛苦，到归于平静，很快平静又被打破，重新陷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。当我们所能看到的许许多多和负面情绪相关的信息里，人们好像很少公开展示孤独，可能是因为这是现阶段理所当然出现的状态，似乎它的存在只是表明你比其他人更多愁善感一些。可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最近发生的诸多不幸中，我都看到了孤独的痕迹。它的影响像细流，不知不觉地缓慢渗透，又在某个措手不及时瞬间将人吞噬。孤独就是这样一种折磨人的东西，而隔离中的孤独更糟。所以如果你正在隔离中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，借由艺术中孤独的力量，带给你一点点慰藉。 You look lonely. 孤独不算是艺术中的主流话题，它天生就不太讨巧，与悲伤和快乐这两种人类的基本情感相比，明显不够浓烈，缺少戏剧化，也因此很难做到诱人。但孤独同时又很受欢迎，那种模糊的内涵反而为艺术提供更丰富的大胆创新的机会。稍微留心一下，我们能发现几乎每一种艺术行为都会轻易找到不同味道的孤独产品。它可以变成先锋艺术家们创作中的野蛮和绝望，内藏讽刺，也可以有 Edward Hopper 这样平静的解读，用封闭的人物展示现代的孤独景观。尤其在电影中，我们越来越多看到这样的画面，人们独自吃饭或喝酒，毫无目的地凝视窗外。孤独好像成为了几乎人人拥有的最公平的情感，如同迷失在喧嚣的城市迷宫中，内心被封印在真空的感受，又可能因痛苦的过往而产生抛弃世界或被世界抛弃的疏离。而当生存成为科技能够轻易解决的问题时，它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情感绝缘的体验。艺术用丰富的想象和超脱的感受力，让我们看见了孤独可能出现的样子。这是一种比爱更常见的，却很少被人谈论的情感。有时我们会为此感到羞耻，因为承认孤独好像变相地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。我曾在一本书中看到，作者将孤独描述为饥饿感，就像是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准备好要去大吃一顿，只有你还饿着肚子，这令人感到羞愧和惊慌。渐渐的，这些情绪向外辐射，让孤独的那个人变得愈加孤立和疏离。人类的生命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脆弱。没有空气的情况下，人只能活3分钟；没有水能活3天；没有食物能活3周。而根据某种传说，没有陪伴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活3个月。我想许多人都会质疑这太离谱，尤其当你看过伯伯汉隔离在家，这个疯狂的喜剧演员在2020年用隔离在家1年的时间，一个人拍摄、表演、剪辑，完成了一部视觉华丽又充满幽默感的长片。他设法把一些看似无意义的话题引向更深入的思考，用脑洞大开的想法和五花八门的才艺羞辱了这个时代的怪异现象，也让我们从生存的角度看到了一个人可以达到的孤独的极致。然而如果你从头到尾看完这部喜剧，可能很难在最后笑出来。孤独会致命吗？一个人独处的极限是多久？这是科学家也难以解答的难题。但当我们孤独时，便实实在在断开了与人的连接，身体好似被流放，而将心灵抛弃在孤岛上。那是活在玻璃监狱里，随时等待死亡的可怕感觉。有人说孤独是21世纪的流行病，也有人说那是一种现代的情感。而在某种背景下，它不仅是个体的感受，更多了一重地域色彩。从2020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注意到一个城市的孤独。这就像电影中末日危机的画面，大片的天空，安静的阳光，空荡荡的街道，呆滞的钢筋水泥。
忧郁和荒寂充斥在空气的缝隙中，却闻不到人的味道。你可以从这样的画面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故事，而在现阶段的时空背景下，这一份城市的孤独被赋予了更多现实的含义。它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人面临的实实在在的生存困境，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与其说当下的孤独是被困在一个地方的挫败感，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体验，对社会归属感的丧失。而如果你去查找一下，可能会发现孤独没有反义词，如果有，那可能是目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。所以换个思路来看，也许治愈孤独的方法只有孤独本身。它不是一件可耻的非要逃避的事情，因为它的内涵不全然是消极负面的，也会变成一种酸酸甜甜的情绪，去打败生活中的厄运，或者也可以给思考充电，转化为一种美好的力量，带去内省和反思。我想当下的孤独更是一个机会，对个人放下缠绕已久的企图心，与自我和解，对城市正视文明的疾病与浮华背后的现实。非常感谢大家花时间看我的视频。当人类面对太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时，总会显得艺术很无能，很无用。它不能使死者起死回生，不能治愈疾病，不能缓解气候变暖，也不能阻止灾荒战争。但艺术又的确有一些神奇的功能，如同此刻让我们似乎能看见孤独，看见孤独的力量和活着的意义。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